1095次癌细胞高效灭杀实验开始。恶性癌细胞已进入活跃状态。C62超级靶向药注入成功开启精确基因组编辑。TCR 工程化 T 细胞顺利生成。T 细胞开始执行针对癌细胞的清除指令。10年努力，成败在此一举。一旦试验成功，那也就意味着人类将彻底战胜癌症。成功了，癌细胞被彻底清除了。顾教授，您彻底攻克了癌症。超级靶向药注不到半个小时，癌细胞已全面死亡，这真的是医学史上的奇迹。全世界每年将近有500万人罹患癌症，您的研究将会让这些患者荣获新生。有这样的成就，您将会成为这个世纪医学领域最闪耀的人物。妈，您在天之灵听得到吗？我成功了！可惜是成功来晚了一步，如果早来50年，癌症是不可能把你从我身边带走的。妈！教授，我穿越回50年前了。这个时候，我妈还活着，我还有时间，我能救她，我能让治疗癌症的特效药提前50年问世。妈！哎呀，怎么了这是？在学校里面被人欺负了吗？让我看看。你怎么还哭了？没事吗？我就是想你了，有点激动。2个月后，您被查出胰腺癌晚期，住院化疗6个月后与世长辞。我成了没有妈妈的孩子。上一世我无能为力，但这一世我会让你健康平安，长命百岁。没事，那吃饭吧啊！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鱼香肉丝，高三是最关键的时期，得吃点好的，补充营养。来，别哭了，这就笑话了啊！成功了 ！C62型超级靶向药提前了50年诞生，这才是真正的癌症科学。妈，今天是高考的日子，也是您上一世生命中最后一天。上一次我选择了高考，没能看到您最后一面。这一世我绝对不会再重蹈覆辙。翠兰，真的不通知小程的，这很可能是最后一面了。今天是他高考的日子，不要因为我耽误他的前途。可孩子，我怕他抱憾终身啊！魏国，你不要再说了。小程他是我们顾家的希望，我已经打电话给治疗师，他答应我定会护送小程准时参加高考。陈老师，您怎么来了？当然是送你去考场了。以你的才华，在这次高考中一定可以大杀四方。而且临省这一次的高考理科状元非你莫属。陈老师，我已经决定放弃高考，去医院救我妈。你疯了！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这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陈老师，我明年再考依然能拿理科状元，但失去我妈，我会也很终生的。小程，站住！你知不知道你母亲对你寄予了多大的厚望？她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意耽误你的前程。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陈老师，高考错过，我明年可以继续再考，但我妈，我只有一个。妈，小程，你在这干什么？这个时间你不是应该在高考的考场上面吗？当然是来救我妈。那高考呢？高考怎么办？我已经放弃考试了，考试哪有我妈重要？胡说八道！高考这种事情，岂能当儿戏？你现在马上滚回考场去！妈，你别伤心。想让我不要生气，你就赶紧消失。胰腺癌晚期已经没救了，你不要在我这里浪费时间。妈，我这次来就是因为我已经研制出了可以治愈癌症的特效药，有我在，您就绝对不会死的。什么？特效药？这根本不可能嘛！癌症是世纪绝症，整个医学界都束手无策。你一个高中生，怎么可能解决这种世纪难题呀？儿子，癌症晚期，就是神仙来了也救不了。爸妈，这是我研制出的超级靶向药，它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定向杀死所有的癌细胞。儿子，你可是高考状元的苗子，要是因为我耽误了你的前程，我就是死也不会瞑目的。爸，你不用药，我绝不走。你这孩子，你在干什么？谁让你给病人私自用药的？你到底给病人注射了什么东西？赶紧说实话，现在处理还来得及。是 C62型超级靶向药，它可以在17分钟之内快速的消灭我妈身体里面所有的癌细胞。放屁！10几分钟彻底清除癌细胞？你在做梦吗？天底下根本就没有这种灵丹妙药。以前是没有，但现在有了，全程都是我自主研发的。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有医学知识吗？还自主研发？你也配提这4个字？我知道你是一片孝心，想要救你的母亲，但是你这种愚蠢的行为完全是害了她。病人的身体情况已经很糟糕了，你胡乱注射药物只会导致身体更加衰竭。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已经不想再跟你废话了。病人已经进入昏迷状态，一刻都耽误不了，请你立刻离开，不要耽误我们的工作。护士，准备抢救。是。完全没有抢救的必要。C62型超级靶向药在进入人体之后，会迅速锁定胰腺位置的癌细胞，对其进行基因组编辑，改写原癌基因，强化逆癌基因，从而在根本上杀灭所有的癌细胞。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体会进入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所以会导致一段时间的沉眠。请你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你所谓的超级靶向药就是个笑话，根本不可能成为治疗胰腺癌的特效药。不仅仅是针对胰腺癌，而是针对世界上所有的癌细胞。任何癌细胞都绝不可能在 C62型超级靶向药的攻击下存活。相信我。我相信你。你今年几岁？现在18岁。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不要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你知道拥有癌症特效药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人类终于可以摆脱癌症的困扰，意味着人类终于可以像战胜天花病毒那样战胜癌症。这将是人类医学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真的能有人研制出治疗癌症的特效药，那千万患者将会重获新生，人均寿命将会上涨，也将会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步啊！而且世界上所有的顶级医科院校都会将发明者伸出橄榄枝，
柳叶刀》《自然》《生物》这些顶尖科研杂志都将用头版头条报道这一成果。还有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也会发来贺电，并且颁发诺贝尔奖。到那个时候，就不是他以诺贝尔奖为荣，而是诺贝尔奖以他为荣。那现在这个伟大的发明就已经摆在你面前了。我看他是有臆想症吧？闭嘴！你也配？1个世纪以来，多少医学家呕心沥血、前赴后继，都没有找到战胜癌症的方法。你一个小屁孩，何德何能去胜过那些无数的医学巨匠？那 C62型超级……你根本就不明白医学研究到底有多么艰难。不是你在这里凭空想象、大放厥词，请你立刻离开，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如果出了任何问题，你要负全责。老婆，刘医生，医人他醒了。什么？醒了就好，醒了就好。妈，居然真的苏醒了？难道那药……不对，根本不可能。哎呀，罗女士，你有感觉不舒服的地方吗？我非但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而且我觉得这是我住院以来第一次这么舒坦。哎呀，就好像我的癌症真的被治愈了。还真有用啊！儿子，你到底是什么药啊？爸，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这是 C62型超级靶向药，是专门用来治愈癌症的，是所有癌细胞的克星。行了，妈，你呢先缓一缓，一会儿呢我就带你去办出院证明。好，妈听你的。胡闹！病人的病情还不明朗，怎么能随便出院？ C62型超级你闭嘴！靶向药，你能不能不要再提那个愚蠢的名字了？能够快速清除癌细胞的药物根本不存在。事实胜于雄辩，我妈的身体不会骗人吧？这证明不了什么。既然你对医学有所了解，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有一种特殊情况，叫做回光返照。什么？那这么说，那我老婆病可能会恶化呀？爸，你别担心，我是主治医生，我必须对病人的生命负责，立刻对病人进行全面检查。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检查报告。哎呀，不用扶啊，我自己就行了。做个全面的检查也好，能让大家都安心些。希望病人的身体还在可控范围之内，否则你要负全部责任。等检查报告出来，你就会知道，我刚才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真不知道你这种愚蠢的自信从哪来的。医学很严谨，可不是你一厢情愿就能创造奇迹的。刘主任啊15床刘翠兰有个儿子，非说自己研发出了抗癌神药，能在短时间之内彻底清除癌细胞，还把那东西注射进了患者的体内。这简直是胡闹！这里面的儿戏。病人呢？病人现在什么情况？已经进行了全面检查，希望以下还来得及。主任，翠兰的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检查结果怎么样？病人的各项生理指标还稳定吗？您先自己看报告吧，病人的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这怎么可能？刘主任，病人情况不容乐观吗？回去。刘主任，怎么可能啊？所有指标全部回归正常，肠内三元19部能大幅度下降，甚至一下来要痊愈的迹象了。原有的肿瘤已经彻底消失了，简直是医学奇迹！这相当于从妖爷手里抢回了一条人命啊！你确定没有拿错报告？我已经检查过很多次了，绝对没有任何问题。C62型超级靶向药在进入人体之后，会迅速锁定隐线位置的癌细胞，对其进行基因组编辑。这根本不可能！一个高中生怎么可能研制出这种抗癌神药？刘主任，既然已经这样了，也还是带大家
去见证一下这个医学奇迹吧。除非是我们亲眼所见，否则很难让人相信。你们跟我来。喂，院长，您先别开会了，赶紧来307病房，出大事了！来吧，多吃点，骗点能耐受。大夫，你们怎么那么着急？是崔兰的检查结果不太好吗？不，家属啊，您别误会，病人，现在啊，应该说不是病人了。我们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刘女士，您的胰腺癌已经彻底消除了。那这么说，我妻子的病好了？对，千真万确。顾正先生，您所提供的462型超级靶向药呢，对我们的治疗啊有着非常大的帮助，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简直就是抗癌神药啊！够了，这件事情还尚未有定论。这个药如果真的有如此神奇的效果，那将足以颠覆整个医学界。我已经通知了林院长，林院长是大夏医学院的院士，分量重于泰山，只有他才有资格下定论。什么事情10万火急？明月，刘明月，我和林院长正在研讨一桩非常棘手的肿瘤手术，全被你给打断了。今天你要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跟你没完。吴副院长，您先别着急，今天这件事儿可比1000台肿瘤手术都要重要，这很有可能会彻底结束癌症的研究，并成为医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啊，我们都是来见证历史的。彻底结束癌症研究？你还真敢张嘴啊！罔顾客观事实，毫无科学精神。到底发生了什么？顾城，还是你亲自来说吧。林院长，是这样的，我研制出了一款 C62 型超级靶向药，它可以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全面有效的杀灭癌细胞，并适用于全部癌症。纯属胡说八道！不同癌症涉及到不同的器官，牵扯到不同的生理指标，千变万化，极其复杂。迄今为止，人类没有研究透彻任何一种癌症，想要研究出针对所有癌症的特效药，绝对不可能。虽然不同癌症的表征不同，但本质都是一样的。健康的细胞发生癌变，原有的机制出现异常，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所有的癌症都可以迎刃而解。看来你对癌症还是有几分了解的。不过医学研究不是你以为的那么简单的。小孩子胡闹也就算了，你身为肿瘤科的主任，也这么糊涂，居然相信这种无稽之谈。院长，我提议把他们2个人赶出医院。这件事我会报给医务处，你就等着挨处分吧。院长，咱们回去继续开会。等等，刘明月，你到底有完没完？2位院长别着急，我一开始也以为顾城在痴人说梦，世界上根本没有针对癌症的特效药，但是事实摆在眼前，我很难不相信。哦，什么事实？怎么，所谓的 C62 型超级靶向药，难道还真有什么临床效果？不仅有，而且还很成功。这死鸭子嘴硬，证据呢？拿来我看看。这个是我妈之前的检查报告，胰腺癌晚期，各项肿瘤指标居高不下。CT 显示胰腺位置出现恶性肿瘤，且尺寸竟然达到了53毫米，非常典型的胰腺癌晚期。现有的医疗手段已经无能为力了，这一阶段的病人生存时间不会超过3天。这个是在注射 C62 超级靶向药之后对刘女士的全身检查报告。所有数据回归正常范围，胰腺平滑无高回声区，这完全就是一个正常人的检查报告啊！这就是你们要的证据。这真的是同一个人的检查报告？我刚看到这份报告的时候，反应和2位一模一样，根本不相信。胰腺癌属于癌症之王，属于死亡率最高的癌症。胰腺癌和死亡通知书没有什么区别啊！这个消息足以震惊整个医学界。这种事情我们已经没有资格处理了，所以只能请林院长您出山。说句10万火急，不过分吧？叹为观止，医学奇迹啊！哎，你的这个462型超级靶向药到底是个什么原理？具体的生化反应非常复杂，3言2语讲不清楚的，但核心逻辑非常明确：强行入侵癌细胞，对其进行基因改写。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方法。对，所以我非常有信心。C26型超级靶向药不仅可以解决胰腺癌，更是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癌症。有了这款抗癌神药，人类确实是可以结束对癌症的研究了，后生可畏啊！
小伙子，你要名动天下了。在尖端的科学领域，米国一直是领头羊，我们大夏一直在苦苦追赶。如果真的能研究出抗癌神药，我们大夏就能扬眉吐气，彻底改写现有的医学格局。我说，你们是不是高兴的太早？吴副院长，你这话什么意思？抗癌神药问世，人类彻底战胜癌症，大夏医学登峰造极，这种事情难道不值得高兴吗？那得先确认，这种所谓的抗癌神药跟刘翠兰的愈合不是巧合才行。你们还真的以为一个没有经受过专业医学教育的年轻人能研发出癌症特效药？但是老吴，刘翠兰确实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呀。吴副院长，胰腺癌晚期还能痊愈，难道这还不算证据吗？当然不够，刘翠兰的情况只是个例。个例？吴副院长从医几十年，可曾见过这样的个例？哪怕只是个例，也值得我们进行临床医学研究啊。老吴说的确实是有道理。刘主任，以你对医学领域的了解，应该也知道新药上市是什么规矩。当然知道，任何药物进行上市之前，都必须进行4期临床实验。所谓4期临床实验，指的是要招募病人进行试药，测试药物的有效性与不良反应，以及药物进入人体之后的整体吸收分布与新陈代谢。那你是否愿意配合医院开启462型超级靶向药的临床试验？顾城，怎么不说话？是不敢答应吗？你是不是也知道，那所谓的462型超级靶向药根本不够，一旦进入正规的临床试验，就会漏洞百出。462型超级靶向药是你独立研究的成果，如果你不愿意，我们也不会勉强你。我当然愿意。我研制 C62型超级靶向药是为了救我妈，也是为了救无数的癌症患者。我愿意看到人类寿命的整体提升，更愿意看到文明的伟大进步。只是什么？来，让我听听，我看你也会说出什么崇高的医学抱负。够了，顾城，如果你有什么顾虑，尽管跟我说，只要是我能解决的，一定全力以赴。顾城，如果你真的想证明自己，就拿出真东西。刚刚救我妈的那点 C62型超级靶向药，是我在家用了整整半年的时间萃取出来的，所以我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拿出足够的药物进行4期临床实验。掐你萃取，我没听错吧？一个小作坊，那你这和那些做假药的有什么区别？无理！闭嘴！这暂时阶段不用。这是大夏医学院院士勋章。院士勋章代表大夏医学院的最高权威，持有此徽章者可以自由出入各大医疗机构，并且有权调动海量资源，所有医疗工作者必须听从安排。院长，你真的要为了他做到如此地步吗？院长，你这是不是有点太冲动了？怎么，你有意见？我一个副院长都没资格触碰大夏医院士勋章，他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家伙，这凭什么呀？凭什么？就凭他让一个胰腺癌晚期患者恢复了健康，就凭他让我们看到了彻底战胜癌症的希望。如果你也可以的话，这个你也可以用。小伙子，来，拿着。多谢林院长鼎力支持。我只有一个要求，尽快开启462型超级靶向药的4期临床试验。请林院长放心，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在尖端医学领域被美国压制的太久了，如果你可以成功的话，我大夏必将扬眉吐气，成为全世界的骄傲。彻底攻克癌症是个不折不扣的医学里程碑，我们大夏的医疗工作者也能挺直腰杆了。好，那我这就动身去邻省肿瘤研究所。不行，小陈，你不能去。小陈，你不能去。翠兰，你说什么胡话呢？咱们小程这次是为了大夏争光，你为什么不愿意他去啊？刘女士，您是有什么顾虑吗？刘女士，你不用担心，有任何要求你都可以提出来，林院长在这儿会尽可能满足你的。这孩子要是真造出了抗癌神药，能不能保送本科呀？刘律师，不用担心，如果真的能攻克癌症，诺贝尔奖都唾手可得。像顾城这样的医学天才啊，
还上什么本科呀？刘女士的担心也是人之常情。林院长，要不你给刘女士一个承诺吧？好，我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做一个保证。顾城，只要是你们462有效果，我会尽我的全力去这里到大夏最好的医学院去深造。刘女士，现在放心了吧？您真是个大好人，我们家顾城能遇上您，真是他的福气。今天这次见面啊，不是顾城有福气，是我们有福气啊！你的462型超级靶向药真的有效，我们这一大帮的人啊，都能跟着顾城名留青史。放，刘主任是要志愿者的招募就交给你，只要顾城那边一完事，立刻开始临床试验。院长放心，一切交给我。我太期待这场见证历史的时刻了。疯了，真的疯了！院长，哎呀，来，您喝杯水消消气。谁惹您生这么大的气来？简直不可理！这到底是出什么事儿了？如果我告诉你，一个高中生独立研发了癌症特效药，你会相信？是不可能吧？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肯定有问题吗？但是宁乔那个老东西不知道哪个筋打错了，居然他就信了。林院长居然能相信这种鬼话？他不仅信了，他还把他的院士勋章给了那个高中生，让他随意调动资源进行研究。这也太荒唐了吧！不过这对于您来说可是一个机会。李院长他真是老糊涂，这院士勋章啊，这么重要的东西，他怎么能随便给一个高中生呢？这万一事情闹大了，他就算是地位再高，也兜不住。你的意思是？哎呀，他们不是要进行临床试验吗？我到时候啊，就进行全程直播。这若是实验失败了，这林院长不就颜面扫地？这样一来，林院长就得引咎辞职，而我就顺理成章晋升为正癌院长。哎呦，宝贝儿，你还真是我的福星啊！院长，你升职了之后，可千万不要忘了人家哦。放心，亏待不了你。宁乔、柳明义、顾城，我要让你们几个吃不了兜着走。准备的怎么样了？100支全新的462型超级靶向药已向医护人员发放完毕。100名试药志愿者已经就位。志愿者的总体情况怎么样？所有患者均为癌症晚期，涉及到肺癌、肝癌、胃癌、直肠癌等各种癌症，确保测试数据的全面性。另外，检验科全科全员待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对志愿者的身体情况筛查。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请院长下达命令。顾城，462的研发你是主导，这个临床试验的开启令应该由你来下达。我不合适吧？合适，太合适了。如果没有你，就没有462的事。顾城，既然院长能这么安排了，你就别推辞了，不要辜负院长对你的信任。462型超级靶向药4期临床试验开始。院长，这一位呢，就是邻省电视台的记者啊，专程前来报道462的临床实验。你好，这是干啥？这么关键的节点，你把记者请过来，这不是影响实验的进程吗？这一次的临床试验代表着人类将会彻底战胜癌症，当然要现场直播了。可是现在462的效果并没有得到论证，而且是否能够快速清除癌细胞，还没有人能知道。这么贸然的指望，一点关系都没有。万一实验失败了，对于我们医院的声誉是巨大的打击，甚至整个大夏医学界都会被沦为笑柄。顾城，你到底有没有把握？相信我。原来你们两个还知道害怕，完了！直播间热度空前，人数已经超过100万，而且各大平台的热搜都和本次的临床试验有关。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在看着这场闹剧。无理！你到底要干什么？林院长，
你还是省省力气。与其对我发火，不如好好想想啊，接下来你该怎么应对那铺天盖地的。张开会。林院长，我代表大夏国公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想问什么？林院长，您作为肿瘤方面的专家，为什么会相信一个高中生能独立的研究出癌症特效药？您不觉得这很荒唐？还有，院士勋章这么重要的东西，您为什么会暂借给一个高中生？您和这个高中生之间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是您的私生子？拒绝回答这种无耻的问题。您是不愿意回答，还是不敢回答？您和这个高中生之间是否存在着利益输送关系？您是否从这次的临床试验当中谋取了大量的非法收益呢？这里不欢迎你们，出去！您如此激动，难道是被我说中了吗？这次事件的背后，该不会真的隐藏了不可告人的内幕吧？林院长，请您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这个高中生他能研制出治疗癌症的特效药，背后要是没有什么利益交换，谁信呢？一个堂堂的大夏院士，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去骗取研究经费，真是太可耻了！可耻！连院士勋章都借出去了，绝对有黑幕！爸爸，我原来没有特效药呀，我是不是会死啊？林院长，我来说吧。我是顾城，是 Z62 型超级靶向药的发言者。顾城同学，你和林院长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为什么愿意把院士勋章给你呢？很简单，我是千里马，林院长是伯乐。我有技术，林院长有资源，我们两个人通力合作，只为拯救在癌症魔掌下苦苦挣扎的癌症患者。全球每年新发癌症病例超2000万，其中我大夏就占400万例，也就是说，每年有400万的同胞在遭受癌症的折磨。林院长和顾城完全就是医者仁心啊！哼，谁都想攻克癌症，可这种世纪性难题可不是嘴巴一张就能圆满解决的。医学界针对癌症的研究已经持续100年，至今仍未得到希望，而你只是一个高中生，怎么可能做到？论对癌症的研究，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懂。这个叫顾城的家伙真是太狂妄了！居然说没有人比他更懂癌症，真是笑话！哎呀，傻逼！拿癌症来当噱头，真的是可耻！这个顾城到底在发什么疯？放弃高考，放弃大好前程，就为了去丢人现眼吗？小程他不会有事吧？哎呀，你别瞎操心了，我可是对孩子充满信心的，他比咱们想象的要优秀的多。可是，哎呀，可是什么呀？你忘了你的胰腺癌是怎么好的吗？顾城，这是全球之光，你要对你说过的话负责任。不需要你来提醒我，我也会对我说过的每一个字负责。既然今天是全球直播，那我就当着全世界人民的面再重申一遍，没有人比我更懂癌症。大言不惭的东西！针对癌症的研究，米国走在最前列，即使是在美国，也没有人敢说出这种话。米国的领先只是暂时的，我大夏人才辈出，以后必定会赶超米国，成为医学界更高的高峰。顾城，你干了好事！国外医学界已经针对你刚才的言论表达了极大的抗议，他们认为你这是对世界医学界极大的不尊重。你已经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国际影响，请你立刻道歉，抚平国外医学界的怒火。不仅要道歉，还得跪下道歉，让国外医学界看到足够的悔过程。对，跪下，跪下，跪下道歉，跪下！我大夏男儿跪天跪地跪父母，就是不能跪洋人。对，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一样可以随便跪下的。国外医学界已发布联合声明，如果你不道歉，那他们就制裁我们。从今往后，离省所有的医护人员、所有的医学生都再也无法获得前往国外深造的机会。你知道这是多大的损失吗？你是在断送临床医学界的未来，是背负千古骂名的。你在断送临床医学界的未来，你是要背负千古骂名的。愚蠢！
简直是太愚蠢了！这大厦怎么会有顾虫这种蠢货？他一个人出手也就算了，居然还要连累整个邻省医学界！我操！这他妈顾城真不要脸呐！害人吗？如果邻省医学界被封杀，你谁啊？你干什么？你就是顾城的老师是不是？你看看你教出来个什么东西！过来，好好看看。一切责任我来承担。承担？你承担得起吗？就算是把你签到老，都不足以弥补邻省医学界的损失。哎，他们国外医学界不是要封杀我们邻省吗？那我就要封杀他们国外医学界。放屁！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说封杀二字？你一个普通高中生，有资格封杀别人？所有有关 C62型超级靶向药以及癌症基因序列的所有研究，我绝不会和国外医学界进行任何交流。来来回回总是这么几个词。你那所谓的 C6，狗屁不是！临床现在结束，100名志愿者的报告出来了。100名志愿者报告已经出来了。顾城，结果就摆在这里，我倒要看看，在铁一样的数据面前，你还能不能继续装下去？那你就睁大眼睛，好好给我看看。检查报告自然会粉碎一切可笑的质疑。C62型超级靶向药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从今天起，全世界都会记住 C62这个名字。志愿者1号，肝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全身，预计存活时长不会超过30天。在 C6注射之后，癌细胞已经全部消失，恢复健康。什么？这不可能！真的巧合？这肯定是巧合。志愿者2号，直肠癌晚期，肿瘤压迫肠道，并导致多种并发症。在 C6注射之后恢复健康。10号恢复健康，35号恢复健康，100号健康。所有志愿者全都被治愈了。这怎么可能？癌症可是绝症啊！不仅全部治愈，而且100名志愿者没有出现任何不良反应率为0，太不可思议了！什么叫零不良反应率啊？国际通行的不良反应率标准是10%，也就是说，只要将不良反应率控制在10%以内就是合格。但是 C62居然做到了零副作用。像 C62这样零反应的存在，是医学史上开天辟地的头一个。这也意味着 C62完美的处理了人体和癌细胞之间的处理，是一款没有任何缺点的抗癌药。临床试验圆满通过。这样的药物简直就是艺术品，彻底结束了癌症。对，全天下的癌症患者都不用再遭受癌症之苦了。没想到居然成功了！邻省出现了医学领域最伟大的人。奇迹！我操！顾城不是大夏的耻辱，是大夏的骄傲。宝贝，你的皮肤还有救了啊！顾城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过来，我好好看。全天下的癌症患者都不用再遭受癌症之苦了。我不是人！老师，您真是教出来一个无可替代的好学生啊！太好了！你真成功了！我们俩人都出息了，出息了！老李，喂，老李，对，是我们家孩子，你没看错。大姐，其实我们没做什么，都是孩子他自己争气。
领导，您放心，我知道顾城有多重要，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一定将他招入帝京大学。与邻省云城，最快速度。部长，今天过后，全世界都会记住你的名字。斯德哥尔摩以拥有诺贝尔为荣，而我们大夏国正因为拥有顾城而引以为傲。顾城，想不到你真的做到了，我向你道歉。这也得好好的感谢一下吴副院长。如果不是吴副院长请来了寂静，顾城也不会这么快就名动天下。一切已经尘埃落定，是时候吴副院长清算上场了。是时候吴副院长清算上场了。别拍了，走。顾城，有关无理的处置方案由你来定。啊，顾城啊不，顾老弟，我想我们之前有点误会哦，误会啊，就是误会啊。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和我一般见识了。哦，明白了，那您这还是真会为自己开脱啊，是吧？您叫记者来是误会，开全程直播是误会，被国外的医学界摇旗呐喊，逼着我下跪也是误会。这个顾老弟，好了，你不要再说废话了。林院长，从此之后，大夏医学界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明白了，吴理，你被开除了。另外，我会以大夏医学院院士的身份对你下达封杀令，从今以后不允许你参加任何的医学会议，也不允许你进入任何的医学机构。您瞧，顾城，你们别太过分了啊！我行医多年，在圈内也是有人脉的，我要联合业界同仁举报你们肆意妄为。看来也还是没有认清形势。那你觉得医学界的其他专家是会站在顾城这边，还是你那边？这还说嘛，只要脑子没问题的都会支持顾城，只要脑子没问题的都会支持顾城。您是帝京大学招生办的王主任？我代表帝京大学医学院所有教授支持对无理的封杀令。顾城，这就是我们帝京大学的诚意，我真诚的希望你能加入帝京大学。慢着，不就是封杀无理这个败类吗？我们华金大学跟了。顾城，华金大学的大门为你敞开。你们华清大学来凑什么热闹？像顾城这样的天才，我们华金大学也要全力力争。那就送海城大学一个吧。海城大学支持封杀无理。顾城，海城大学欢迎你。天哪！帝京大学、华清大学、海城大学，这可是大夏最顶尖的医学院校啊！现在为了争抢顾城，都要打破脑袋了。顾城一个人点得上整个大夏的优质生源，这样的学生谁不想要啊？林院长，您说什么呢？我们可不是来招生的。能研发出 C62 这种抗癌神药，谁还有资格教导顾城呢？我们希望顾城做教授。什么？可是顾城他才18岁啊！有志不在年高，像顾城这样的人才，值得破格录取。怎么样，顾城？考虑考虑我们华清大学，我们愿意每年拨1个亿的研究经费。我们海城大学愿意出5个亿。帝京大学直接以你为中心，组建一个全新的学院，你来当院长。顾城，你才18岁，应该还没有谈过恋爱吧？我们海城大学呀，可是出了名的美女多，那资料都在我这儿了，你看上哪个，我亲自给你当僚机。这种事你都能做出来，无耻！怎么，这是我们学校的优势？要不然你把你们帝京大学的校花也搬出来呀？他们需要。Don't say so much 啊，各位不要再争了，好吗？你们大夏呀，这是2流学校，像顾城这种顶尖的天才，只有米国的高级院校才能配得上。你说是吧？你是10年前邻省的高考状元，
徐成，不要叫我徐成好吗？我呢，现在有一个非常高贵的英文名字，你们可以叫我 Stephen Hart。顾城，你要知道，科学 made in future，future made in Harvard。我呢，现在正是代表世界第一的哈佛医学院向你们邀请。哈佛，哈佛，没错，我们哈佛医学院呢，拥有世界一流的科研设备，也拥有着全世界素质最高的科研人员，在那里才是你的舞台。我看过你的资料，你是邻省人，农村的，家境贫寒，受到国家资助外出留学深造。你想说？你受了大夏的恩惠，学有所成后不回报大夏，反而留在米国效力，你觉得不羞耻？你不要拿这些屁话来压我。你要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夏这么落后，我难道是要在这棵歪脖子树上吊死？那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是不会离开大夏的，请回。顾城，你怎么这么迂腐呢？我们这类人，我们这一类搞学术研发的人，这辈子在追求着什么？不就是学术的突破吗？科学不分国界。科学是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有祖国。说得好，这才是我大夏医学家该有的价值观。像你这种精致利己，根本不明白这种精神。顾城，你要知道，现在的你是在拿自己的前途事业开玩笑。你知不知道，米国在尖端医学方面领先了大夏整整10年？你知道10年什么概念吗？米国的领先只是暂时的，我会改变这种时代，我会颠覆这种格局，我会改变这种时代，我会颠覆这种格局。就你们啊，你还是太天真了。你们不要以为在癌症方面你们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见识，就觉得自己一定能成功。要知道，你们对米国的尖端医学根本一无所知。是你对我一无所知。我来自50年后，我不仅了解癌细胞，我更了解未来50年的医学发展走向。我会让那些技术提前出现，我会让人类医学进入前所未有的大繁荣时代。狂妄！顾城，你知道吗？我们哈佛刚刚在阿尔兹海默症上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件事你知道吗？阿尔兹海默症，这可是比癌症更加棘手的病症啊！哈佛这边居然有了新的进展。毕竟是世界第一的医学院，的确在时代前方。不就是利用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对脑部代谢进行复活吗？你怎么可能知道？这种路子是行不通的，因为它在本质上是对脑部活力的透支。我过段时间会写篇论文来论证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哈佛还在渐冻症上头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通过注射大量的利鲁唑来刺激激活运动皮质上神经元，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哈佛的这些研究都只是在原有的医学框架下进行简单的填充，新一轮的医学革命必将会在大夏开启，只是你这种数典忘祖的家伙没资格参与了。顾城，我们帝京大学愿意倾尽所有资源，支持你开启医学革命。我们华清大学拥有非常丰富的医学研究基础，我希望你还是能够考虑考虑我。虚位优势还是最重要的。海城是大夏的金融中心，最适合开启医学革命，因为我们资金雄厚。我华清大学有钱，好了，不要争了，上面已经有决议了。上头什么意思？大夏医学院全体院士集体决议，顾城国士无双，独立研发抗癌神药，壮我大夏神威。为充分发挥顾城才智，将以顾城为核心，抽调精英研究员，组建大夏尖端医学研究所。抽调精英，独立建所，这是真正的国士待遇啊！相比之下，
咱们真巧，倒好像是小孩子过家家来的。确实啊，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我们顾城的惊天才华。顾城，整个大夏内所有的研究人员你都可以挑选，就算是我也是可以挑选的。林院长，劳烦您帮我挑选一批基因研究方面的人才。你下一步的计划是基因方面的研究。C62型超级靶向药的原理呢，其实就是改写癌细胞的基因序列，这个方向大有可为。我要用10年时间摸透人类基因链条，再用10年时间彻底打破人类基因死，埋头铸剑20年。我要让大夏人人如龙。啊！